凌晨的会所外，我接到了前妻的代驾单。您有新的代驾订单，尾号8899。陆之，我叫陆之，5年前被我的前妻和我最好的兄弟亲手送进了监狱。我亲眼所见，陆之故意灌醉受害人，对其实施不轨。陆之，你太让我失望了。被告人陆之性骚扰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5年。瑶瑶，我是被冤枉的。证据确凿，陆七，认罪吧。陆之，你赶紧和我回家！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和爸妈有多想你？想我？5年前，不是你亲手把我送进去的吗？你的腿，阿泽，你喝醉了，别乱动。我没事。你的腿，你这5年在里面到底经历了什么？陆七，你别这样，你跟我回去，我们把话说清。温大律师，您的单子还走不走？不走，我点取消了。瑶瑶，你管这强奸贼干什么？他当年连你闺蜜宋淼都不放过，现在落得这个下场，纯属活该。要我说，断条腿都是便宜他了。你罪无可恕。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阿泽，别说了，陆之，单子继续吧。你现在赚点钱也不容易。瑶瑶，我头疼，你给我揉揉。到了，一共180块。不用找了，剩下的就当赏你买副好点的假肢，别整天瘸着条腿在外面丢人现眼。陆之，你别往心里去。阿泽他喝多了，这些钱你拿着，明天来律所找我，我给你安排个正经工作。我这人命贱，拿不起顾老板的脏钱。温大律师，别忘了点个5星好评。顾泽，你够了！陆之，有人出了10倍的价钱租我的房子，现在就滚出去！曾经的大律师也能沦落成现在这副死狗模样，陆七，你可真是丢人。陆七，你别再倔了，只要认错低个头，我不仅会给你一份工作，房子的事也可以帮你解决，又何必把自己逼到这个地步？我不需要，所以你们这对狗男女能滚远点吗？陆七，当时你进了监狱，要不是阿泽一直陪着我，我早就想不开了。我好心好意来帮你，你非要像个刺猬一样扎人吗？你哪怕不接受我，也不能让一直找你的爸妈寒心啊！
你这个畜生竟然还能出来！我们没有你这个儿子。阿泽现在才是我们的干儿子，你这个强奸犯就该死在监狱里！干爸干妈，七哥一直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连为受害者道个歉都不肯。那我们就别管他了，以后律所有我和瑶瑶，你们可以安心退休了。这些年要不是阿泽为我们打理律所，我们一辈子的心血就没了。你如果还是不肯认错，以后就自生自灭吧，自生自灭吧，自生自灭吧。老板，还需要人吗？去，我们这儿不要残废，出了事儿谁负责？我力气大，只要1半的工钱，管顿饭就行。你是陆先生，陆先生，你快拿着。陆先生真是对不住，当年是顾泽给了我10万块，让我弄坏了监控。不过我偷偷录了音，当时他和宋淼商议冤枉你性骚扰的对话，这里都有，你可千万别说是我给你的。我只是良心过不去，才偷偷藏了这东西。迟来的证据，就能换回我的腿。陆七，你这又是怎么了？温瑶，你不是一直让我认罪吗？你自己听听，当年到底是谁在陷害我？泽哥，这真的能行吗？陆之怎么说也是金牌律师，万一被他翻供，我可就全完了。你放心，底下我全打点好了，连温瑶都会帮着我们。你只要咬定他侵犯了你，什么事都不会有。瑶瑶，晚上。七哥，5年不见，你伪造证据的本事见长啊！瑶瑶，你忘了，当年他故意陷害我，想取消我律师证的时候，不也玩的这一手？你真当我会信？陆七，阿泽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他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你太让我失望了。保安，陆七，你以为拿到个破录音就能翻盘？老子告诉你，在这海城，老子就是天！谁给你们的胆子动我的救命恩人？喂，醒醒！你谁呀？敢管我顾泽的闲事儿？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放开我！阿泽，你是谁？竟敢当街打人！我是海城顶尖的律师，信不信我告到你倾家荡产，让你把牢底坐穿？海城林氏林楚，温大律师想告我，林家的法务部随时奉陪。海城林氏。陆先生，对不起，我来晚了。不晚，刚好能让我把一些人的真面目看得更清楚。陆七，你还真是好手段啊！在里面待了5年，出来就攀上林家的高枝了，这软饭吃的可真香。陆七，我以为你只是不肯认错，没想到你现在为了报复我们，连男人的尊严都不要了。你宁愿去给别人当小白脸，也不愿意接受我的施舍吗？温瑶，你的脑子里除了那些肮脏的臆想，还剩下什么？你自以为是的正义，不过是别人手里的一把刀。林小姐，我送你去医院。谢谢。陆哥，这套1000万定制的假肢还合身吗？神经直连，最新的技术。和珅，这半个月麻烦你了。我们之间不用说这个，当年所有的证据都查清了，顾泽收买保洁的转账记录，还有他跟宋淼伪造现场的完整视频，一个都不少。今天是顾泽和温瑶成立泽瑶律所的开业晚宴，也是他们的订婚宴，请柬我拿到了。走吧，去喝杯喜酒。阿泽这孩子就是有出息，瑶瑶跟着他，我们老两口就放心了。是啊，比那个不争气的畜生强了不知道多少倍。陆七，你这个劳改犯来干什么？把他给我轰出去！我看谁敢动他。陆七，你个畜生！大喜的日子你来砸场子，你还有没有良心？滚出去！我们没你这个不要脸的劳改犯的儿子。爸妈，当年你们教我做人要清白，现在怎么认一个陷害亲生儿子的罪犯当干儿子？你们的良心呢？陆七，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
你自己强奸未遂被判刑，现在出狱了不知悔改，还敢来闹事！各位来宾，这种社会垃圾的话，大家千万别信。陆之，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今天是我和阿泽大喜的日子，你非要用这种下作的手段毁了我们吗？你如果缺钱，我可以给你，这里是100万，拿着它离开海城。过去的事我既往不咎。温大律师，你是在施舍乞丐，还是在打发瘟神？瑶瑶，别跟他废话，这种为了钱不择手段的强奸犯，就该一辈子烂在下水道里。林小姐，我知道你心地善良，容易被这种骗子蒙骗，他连自己老婆的闺蜜都不放过，这种人渣留在身边，迟早是祸害。既然大家都在，那就一起看场好戏。泽哥，温瑶马上就带着人到了，药效发作了吗？他要是醒了反抗怎么办？放心，那药量够他睡死过去的。你进去把衣服撕烂，装得像一点。事成之后，陆之的客户全归我，你想要的名牌包包随便买。不，这不可能！关掉！快给我关掉！你们这是诽谤，是造谣！房间里的监控我已经切断了，万一有人查，你就说是坏了。10万块买你闭嘴，懂吗？懂。温大律师，这就是你口口声声的铁证如山，这就是你亲手把丈夫送进监狱的正义。阿泽，你告诉我这是假的，你发誓这不是真的。瑶瑶，你别信他，现在的合成换脸技术这么发达，什么视频造不出来。陆之就是为了报复我们，他嫉妒我能娶你。顾泽，你个王八蛋，你不是说事情都摆平了吗？为什么警察会找到我？警察同志，我是被逼的，都是顾泽指使我的。当年的药是他下的，我只是进去演了一出戏。陆琪根本就没碰我，连我身上的抓痕都是顾泽弄的。顾泽，你竟然骗我！你毁了陆琪，你让我变成了害死自己丈夫的蠢货！你怎么能这么狠毒？还我儿子！你这杀千刀的！顾泽，你涉嫌伪造证据、诬告陷害等多项罪名，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温瑶，你少在这里装清高了，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当年陆之名声大噪，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你做梦都想超越他，想把他的律所据为己有。我不过是顺水推舟，帮你实现愿望罢了。你胡说！陆之是我丈夫，我怎么可能会嫉妒他？当年你带着警察破门而入时，什么证据也没查就定了他的罪。后来做笔录，你更是利用你的专业知识，把每一个疑点都抹平了。温瑶，你敢说你心里没鬼？瑶瑶，他说的是真的吗？我们一直把你当亲闺女看待，你真的存心要害陆之？爸，你别听他血口喷人，我是被骗的，我真的以为陆之出轨了。别叫我妈！亏我们对你这么好，你竟然联合外人坑害我儿子，把我们律所的股份还给我们！陆哥，戏看完了，我们走吧。陆之，别走！我当年真的是一时糊涂，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们复婚，我现在有律所，有钱，我养你一辈子。你的腿，我带你去全世界最好的医院治。温大律师，当年你在法庭上指控我的那种大义凛然，你亲手把我送进监狱，让狱霸敲碎我一条腿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不是的，你的腿我不知道，是顾泽，都是顾泽干的。当然不知道，因为你根本就不在乎。陆之啊，是爸妈错怪你了，我们也是被这两个畜生骗了呀。跟我们回家吧，以后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回家？刚才你们不是说没我这个劳改徒儿子吗？那都是气话。这不是气话，是你们的心里话。我出狱后，你们一见面就扇我巴掌，让我自生自灭。现在知道我是冤枉的，知道我身边有林楚这棵大树，就又想认我这个儿子了。从你们认顾泽当干儿子的那一天起，就没有父母。逆子，你这个逆子，你连亲生父母都不认了！
你以为自己攀上了林家的高枝？人家首富千金不过是玩玩你这个残废。陆老先生，请注意你的言辞。第一，陆哥不是残废，他比你们见过的所有人都健全。第二，从今天起，他是林氏集团法务部的新任总监。也是我林楚的未婚夫。陆之，你别得意。完了，全没了。陆总监，欢迎加入。不过，林氏的法务部可不是养老的地方，你过往的经历我们都有所耳闻，希望你不是靠着林总的关系来镀金的。王副总放心，我这5年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没时间养老。既然陆总监这么有信心，不如就拿这个案子练练手。外国一家小公司起诉我们最新的芯片专利侵权，要求全球禁售。法务部已经跟进了3个月，一筹莫展。第一，对方的核心专利是通过收购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获得，转让程序存在瑕疵，我们可以从法院入手，申请专利权属无效，釜底抽薪。第二，这家小公司是个空壳公司，唯一的资金来源是一家风投基金，而这家基金同时重藏了我们竞争对手的股票。我们可以向证监会提出恶意诉讼、操纵市场的指控，打他们的7寸。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家小公司的创始人3年前因为税务问题被 RSA 调查，我们可以匿名向 IRS 提供新的线索，比如他们这次诉讼背后可能涉及的非法资金往来。相信我，比起跟我们打官司，我们会更害怕 IRS 税务稽查官。就按陆总监的思路办。陆总，这是我们刚收到的消息，姚宇泽律所正在以极低的价格疯狂抛售律所的优质资产和客户资源。文瑶，你以为这样就能逃掉吗？我马上让技术团队追踪资金流向。只要钱还在系统里，就一定有迹可循。启明，我是启明投资的员工，当晚在酒店谈业务，绝不是巧合。顾泽背后一直有人。陈总怎么说？陈总对你很失望，他没想到你连一个瘸子都处理不掉。失望？如果不是他当年许诺我会去动陆之，现在我出事了，他就想甩掉我。你告诉他我手里有东西，如果我倒了，他也不会干净，让他给我把林氏集团打残，还有陆之那个杂种，我让他不得好死。公司的注册代理人是当年为那个假证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小律师行。陆之，你和楚楚现在立刻来集团总部。欧洲传来消息，我们主打的天书系列芯片被一家公司起诉专利侵权，对方已经申请了紧急产品禁收令。林总、陆总监，出事了！你们快看新闻！他坐了5年牢，出来攀上高枝，就不认我们这2个含辛茹苦把他养大的爹妈了。我们老两口现在一身是病，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他倒好，住在几亿的豪宅里，当上了大公司的总监，连一个电话都不给我们打。他把我们一辈子积蓄投的律所股份全霸占了，这是要活活逼死我们呀！请问，是陆之先生将你们赶出来的吗？他是否涉嫌非法侵占你们的财产？他就是个白眼狼畜生！我们今天要当着全海城的面状告这个不孝子！金牌律师还是活真父母早地出门，震惊林氏总监被父母告状，不孝与欺善。
真是引狼入室啊！自从这位陆总监来了，我们集团就风波不断。没错，我看他就是个扫把星，他身上的麻烦现在全都转嫁到我们林氏身上了。一个连自己家事都处理不好的残废，能处理好集团的危机吗？我严重怀疑。舆论攻击、商业打击，一环扣一环，顾泽背后的人亲自下场了。都给我闭嘴！我相信陆之。这场官司我来打。陆总监，对方是欧洲顶级的专利诉讼团队。林董，请给我一个机会。我在此立下勋令状，如果不能解决这次危机，我陆之引咎辞职，净身出户，并承担所有相关损失。Wildlife Police Omazak Extraperation You guys to revidiate and is in a farcimal undiplant with you code intake your price system. 不对劲，对方的攻击策略太精准了，仿佛完全预参了我们的辩护思路，每一个反击点都被提前否定。我们的底牌被泄露了，林氏集团内部有内鬼。法官大人，被告方提供的这份新证据，恰好证明了他们自己也无法解释其核心技术的来源，这正是他们抄袭的铁证。A 计划是常规辩护 ，B 计划是引蛇出洞。法官大人，我方请求休庭1小时，我们将提交一份全新的补充证据，彻底抵碎他们的狡辩。休庭1小时。收网，锁定张副总的所有对外通讯和资金账户，立刻执行。你们干什么？鱼已入网。陈董，你的棋子我帮你拔掉了。你以为你赢了？看看今晚海城的头条吧。陆总监，不好了！公司股价开盘后5分钟内暴跌了7个点，网络上的舆论已经彻底失控了。陆之，你别看那些东西，都是温瑶和陈董的手段，我会处理。我没事。你那边怎么样？董事会有没有给你压力？董事长、陆总监，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冷处理，我们发一份不痛不痒的声明。过段时间，网民自然就忘了。忘了，我们越是沉默，他们就会泼上越多更脏的脏水，直到把我们彻底钉死在耻辱柱上。可现在舆论对我们非常不利，贸然回应，很可能会被断章取义。楚楚，相信我。通知所有媒体，明天上午10点，我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所有的脏水，所有的质疑，我亲自来回应。陆先生，网传您靠着残疾的身体博取林总同情，以此为跳板进入林氏集团，请问您对此有何回应？您和林总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单纯的上下级，还是见不得光的权色交易？有传言说您5年前入狱就是因为私生活不检点，这是真的吗？首先，感谢各位媒体朋友来听我讲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陆之的律师。5年前，他被自己最好的兄弟顾泽和深爱的妻子温瑶联手送进监狱，罪名是性骚扰。他在狱中被人买凶打断了左腿，出狱后以代驾为生，
至于我和林总的关系，5年前我从一场车祸中救了你，5年后，在我被顾泽踩碎，差点死在后巷的时候，是他救了我。这不是权色交易，这是恩情，是救赎。这些就是我故事的全部证据。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博取同情，而是为了宣战。我不仅要赢回我的人生，我还要让所有藏在阴沟里的东西都暴露在阳光下，让你们无所遁形。是顾泽逼我诬陷陆之的。如果我不照做，他就要毁了我的律所。这段视频的谎言撑不了多久，他需要的是用舆论的烟雾弹掩护他金蝉脱壳。金蝉脱壳？你的意思是律所的资产？没错，我是陆之，立刻组建一个5人小组，以我的名义向法院申请对姚宇泽律师事务所全部对公账户及温瑶个人名下所有关联资产进行紧急财产保全，所有文件15分钟内送到我面前。法务部、财务部全体待命，联系法院立案庭，我们需要一条绿色通道，追踪所有从姚宇泽律所流出的资金。文件立刻送往法院。从法院出具文书到银行执行冻结，最快也需要1个小时。这1个小时足够文瑶做很多事了。他在跟我们抢时间。裁电书下来了，已经派专人送往各大银行。陆总监，所有目标账户已成功冻结，就在3分钟前，我们拦截了一笔高达3000万的转出请求，交易失败。哇！陆总监，不对劲。虽然大部分钱都保住了，但在我们申请保全之前，有一笔5000万的巨款被一次性转走了。时间点恰好是温瑶发布视频后的5分钟。查，这笔钱去了哪里？他算准了我们不敢轻易动一个慈善基金会。春晖基金会在海城名声极好，陈洞山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大慈善家。如果我们现在攻击基金会，舆论会瞬间反噬我们。好一招釜底抽薪。做慈善总会遇到一些不理解的声音，甚至有一些人因为商业上的摩擦，试图用一些卑劣的手段来抹黑善举。但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我个人受点委屈没什么，只要能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一切都值得。陆之，陈东升这个人不简单，他在海城经营了30年，关系网板根错节。他现在主动站出来，就是摆明了车要和我们正面博弈，千万不要冲动。常规的法律手段，在这种用舆论和道德构建的堡垒面前不堪一击，必须找到一个能让他所有伪瞬间崩塌的铁证。狂男，太干净了，干净的就像有人刻意抹去过痕迹。陈东升，这或许就是你的阿喀琉斯之杖。狂男，太干净了，干净的就像有人刻意抹去过痕迹。陈东升，这或许就是你的阿喀琉斯之杖。他这是在草菅人命。如果这是真的，那他所谓的慈善，不过是用无数条人命的鲜血给自己镀的金身。对，所以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个秘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层金身给他撕下来。怎么又是你？做了。陆之，楚楚，你怎么样？陈东升，你终于撕下了所有伪装。他敢动我的女儿，我不管他是谁，我要他死！喂，请问
是陆律师吗？电视上那个，你是真心想为我们翻案的人吗？我知道当年的真相。陈东升害死了我23个兄弟，还把我唯一的儿子用个莫须有的罪名送进了大牢。我等这一天，等了整整10年。这就是当年矿难发生前1个月的安全记录副本，是他的催命符。这东西我可以给你，但你必须先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帮我救出我儿子，他被陈东升陷害，判了15年，现在还在牢里。好，我答应你。怎么样？这不是原案，这是一个用无数伪证精心编织的完美囚笼，人证、物证、口供，形成了一条无懈可击的证据闭环。陈东升不是在嫁祸，他是在用法律的规则创造一个事实。这个案子就是冲着做成铁案去的。那怎么办？如果连你都觉得棘手，没有完美的犯罪，自然也没有完美的陷阱。凶器是伪造的，给我查！7年前负责张铁牛案的公诉人是谁？他现在在什么位置？陆总，查到了。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陆律师，大恩不言谢。这是我爸拼死藏下来的东西，他说，只有交到您这样的人手上，才对得起那些死去的兄弟。这位是我的恩师秦正阳教授。温瑶、顾泽、陈东升，原来秦仲阳才是这张网的中心。他提供法律庇护，陈东升提供资本，顾泽和温瑶的律所就是他们处理赃事的工具。怎么了？秦正阳，这怎么可能？他可是……没有什么不可能，这盘棋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陈东升倒了，但秦正阳这条老狐狸还藏在后面。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份证据交上去。不，直接交上去。秦正阳有无数种方法可以脱身，他一定会找替罪人和陈东升做切割。要铲除这种盘根错节的毒瘤，必须让他们内部分崩离析，自相残杀。你的意思是，这条利益链上最脆弱、最自私，也最怕死的环节就是温瑶。陈东升被抓，温瑶现在一定如同惊弓之鸟。他最怕的就是被当成弃卒，而他唯一能想到的救命稻草，就是他的恩师秦正阳。你想让他去咬秦仲阳？没错，我要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一个让他以为可以自救、可以和陈东山彻底切割的机会。是我把我们查到的关于陈东升通过律所账户转移资产的部分证据，想办法不经意地泄露给温瑶。记住，只要资金流水，不要出现任何指向秦仲阳的线索。明白，陆总。温瑶，你不是一直都为能成为秦正阳的学生而自傲吗？现在就让我亲手送你去见你的好老师。我倒要看看，当庇护你的慎明准备将你推入深渊时，你所谓的骄傲和忠诚还剩下几分？秦老师呢？我要见秦老师。温小姐，您别急，秦老正在会客，他吩咐您在茶室稍等片刻，马上就来。老陈那边你不用担心，他扛得住。关键是温瑶这个环节必须处理干净。没错，把所有脏水的源头都引到他身上。他是陈东升的法律顾问，
律所的账目也是他一手公办，没有比他更合适的替罪羊了。她，一个被野心冲昏了头的女人罢了。当年我提携她，就是看中了她这份够蠢够狠的劲头，告诉她，让她把所有事都扛下来，我会保她下半辈子衣食无忧。她要是聪明，就该知道怎么选。如果他不肯呢？不肯，那就让他和陈东兄一起烂在里面。她现在唯一的价值就是做我们的妻子。我可以帮你指证他，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我的条件很简单，我要做污点证人。我把我所知道的关于秦正阳和陈董的一切都告诉你，但你必须保证我最轻的量刑。陆之，这是你扳倒他们唯一的机会。你没有资格和我谈条件，温瑶。你只能选择是烂在监狱里，还是为你自己犯下的罪行争取一丝微不足道的救赎。你交出的东西有多少价值，法律就会给你什么样的审判。我不会干涉。把你知道的一切整理成书面材料，明天早上我的助理会联系你。一切都准备好了，这些人的公道是时候还给他们。传证人陆之。证人陆之，请你陈述5年前在凯威酒店发生的事情。5年前，我被我的好兄弟顾泽邀请参加庆功宴，在那场宴会上，他递给了我一杯加了料的酒，我被人拖进房间，宋淼撕扯我的衣服，温瑶带着警察破门而入。肃静！我被判5年，在狱中，顾泽买通狱霸，打断了我的左腿。出狱后，我一无所有，以代驾为生，却再次被他们羞辱。综上所述，被告人罪行清晰，证据确凿，请求法庭予以严判。我恨你，事到如今依然是恨我。现在宣判，被告人顾泽犯故意伤害罪、伪证罪、商业贿赂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我不服，我见律师，我见律师。被告人陈东升犯非法经营罪、洗钱罪、故意杀人未遂，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被告人温瑶犯包庇罪、伪证罪、非法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都结束了。是啊，都结束了。我可怜的儿啊，我的儿啊，你受苦了，是爸妈不好，当年被朱由蒙了心，错怪了你啊。陆之是我们唯一的儿子，天下哪有不爱孩子的父母？我们今天就是来接儿子回家的。陆先生，您的父母来接您了，您会跟他们回家吗？儿子，你终于肯见我们了！你这个畜生，竟然还能出来！我们没有你这个儿子。阿泽现在才是我们的干儿子，你这个强奸犯就该死在监狱里！各位看清楚，我面前这2位父母，诉讼理由是占了他们名下的律所股份。我们陆家的东西。请问2位，一边起诉儿子，一边哭着接儿子回家，这就是你们口中的父爱母爱吗？
你这个逆子，你找反杀！放开我！你个狗东西！我打我自己的儿子，关你屁事！放手！我陆之在此向各位媒体朋友宣布一件事：5年前，我因构陷而蒙冤入狱，如今真相大白。根据法律判决，我将从顾泽、温瑶等人手中追回一部分本该属于我的资产。我决定将所有追回的个人资产不保留1分1毫，全部捐出。不行，那是我们陆家的钱，你不能捐！演不下去了吧？真是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有这样的父母，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都结束了，现在我们来谈谈我们的事吧。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他会有多幸运？还在忙，我爸又在催了，说今晚的酒会主角可不能迟到。就快好了，这1个月，集团里那些老家伙们都服气了吧？谈不上服气，只是暂时找不到茬了。你用实力说话，他们当然没话说。好了，快点处理完，回家换衣服。今晚可是我爸给你准备的鸿门宴。鸿门宴？他要看看，脱离了复仇的漩涡，这个被他女儿看上的男人，到底有几斤几两。楚楚，好久不见，你今天真是光彩照人。赵公子，好久不见。听说你最近大展拳脚，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我们恒远在欧洲有个新项目，正想找机会跟林氏合作呢。这位想必就是大名鼎鼎的陆总监吧？久闻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气度不凡。赵公子客气。陆总监，我听说你凭借一己之力，在极短时间内就赢得了整个林氏法务部的信赖，实在是商业传奇。我这人比较愚钝，正想追求楚楚，不知陆总监可否以你对他最深入的了解，给我这个局外人指点一二？毕竟，作为林总最信任的臂膀，你应该最清楚，怎样才能赢得他的芳心吧？赵公子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或许问错了对象。哦，你不该问我，而是该问问你自己，你能为楚楚带来什么？楚楚这样的女人，不是靠追求就能赢。她有自己的事业，有独立的思想，有坚不可摧的内心。她不需要谁来锦上添花，更不屑于那些浮于表面的讨好。想让她开心，其实很简单，也很难。你送她价值连城的珠宝，或许不如在她加班到深夜时，递上一杯滚烫的、甜到发腻的珍珠奶茶，必须是城南那家老店的，因为别家的她喝不惯。你以为她喜欢米其林餐厅的精致法餐，但其实她更偏爱街角那家苍蝇馆子里加了双份辣椒的酸辣粉。她看上去无所不能，但其实淋了雨也会偷偷打个喷嚏。原来如此，受教了。陆之，你跟我到书房来一下。你一无所有，还带着一身的伤和仇恨，你凭什么认为你能给我的女儿幸福？林董，您说的对。我相信我的女儿，可我更需要看到你的承诺。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郑重的承诺。是啊，我爱她，她也爱我，但这一切还缺少一个最重要的仪式，一个足以向全世界宣告，我陆之要用余生去守护林楚的承诺。
他。怎么来这里了？带你重温一个奇迹诞生的地方。这里是我第一次看你用那条新腿站起来的地方。若没交集，怎么说明我真的爱你？陆之，你林楚，5年前我从车祸里救了你，5年后，在我被踩进泥里的时候，你像一道光，再一次劈开了我的黑暗。你带我来这里，给了我一条新腿，让我重新站了起来。你陪我搜集证据，陪我面对敌人，陪我走过了最难熬的路。所有人都以为我是靠你的残废，只有我知道，你给我的是尊严，是希望，是让我找回自己的力量。现在，所有的仇都报了，我陆之不再是那个背负着冤屈的复仇者，我只是一个想用余生去爱你的男人。我或许给不了你林家已经拥有的一切，但我可以给你我全部的忠诚，我的余生，我的所有。林楚，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你不想证明我是你唯一。请问是陆之先生吗？这里是海城第1监狱，服刑人员顾泽申请与您进行临终前的最后一次会面。你来了，我来了。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输在了哪里？论手段，我比你狠；论人脉，我当时也远胜于你。为什么最后输的还是我？你不是输给了我，也不是输给了林楚，你输给了你自己的嫉妒。从大学时我拿到第1个模拟法庭冠军开始，你嫉妒我的才华，所以用兄弟的名义把我的一切都看作是你的潜在威胁。嫉妒温瑶对我的腐败，你嫉妒我能白手起家，所以你就要用最肮脏的手段毁掉我的一切。你以为夺走我的一切，你就能成为我，但你错了，你永远成不了我，因为你的根是烂的。你从不相信能靠光明正大的方式赢，这才是你失败的根源。不对，我只是怕你，我怕你，陆之，我每天都在怕你，我怕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只能活在你的影子里。所有人都说你是天才，那我算什么？我算什么？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一场轰动海城的冤案。我曾是金牌律师，也曾是阶下囚；我曾站在云端，也曾跌落深渊。我曾发誓要让所有罪恶暴露在阳光下。只要我陆之还在，只要林氏集团还在，这束光就永远不会熄灭。送给你的。小陆啊，听楚楚说你们的基金会办得有声有色，真是年轻有为。不过你毕竟是从那种地方出来的，以后行事更要谨言慎行，不能剁了我们林家的门风。
二叔说的是，正是因为经历过黑暗，我才更明白光明的可贵。七哥，我能问问吗？你的腿现在跟正常人走路完全一样了？是的，功能上已经没有区别。楚楚是我们林家最宝贝的明珠，追求她的青年才俊能从这里排到城外去。你未来有什么具体的规划吗？总不能一直让楚楚帮你吧？姑妈，您说的没错。只要我还活着，就绝不会再让他受半点委屈。这是林家传给长孙媳的信物，但今天我决定把它交给你。奶奶，这万万不可！这是林家的根基，我一个外人，无论如何都外人。从楚楚认定你的那一刻起，你就不是外人。从今晚你的表现来看，我更确定我的选择没有错。小七，林家不缺能赚钱的商人，但一个家族想要长久的走下去，最缺的是一个守护者。我看中的是你被最亲近的人背叛，被踩进泥潭，从地狱里爬出来后，心里依然存着的那份善良和坚守。我希望你能成为林家永远的定海神针，守护这个家，守护楚楚。奶奶，我陆之在此立誓，必不负您所托。只要我一息尚存，便会用我之生命守护林家，守护楚楚。七哥，奶奶跟你说什么了？奶奶说让我以后好好照顾你，不能让你受一点委屈。奶奶就跟你说这个。对了，我们的婚礼你有什么想法吗？我想先去看看蜜月的地点，比如爱琴海怎么样？我们还可以讨论一下未来孩子的房间要刷成什么颜色。先生，您的快递。谢谢。陆之，你现在一定很得意吧？踩着我攀上了林家的高枝，可你别忘了，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原本都该是属于我的。你真后悔，当年只是让你断了一条腿，我应该让你死在监狱里。我诅咒你，我诅咒你们的婚礼变成葬礼，你们的爱情终将腐烂发臭。陆之，你快来帮我看看明天的甜点。没事的，只是一些妄图从地狱里爬出来垃圾，想在我们的大喜之日前撒点晦气罢了。我来吧。他已经不值得影响我们任何一秒钟的情绪。我们的世界里没有他的位置，过去、现在、未来。明天就是我们的婚礼了。我们的婚礼。Forever start today, right here in your eyes. A love so real it never dies. Forever starts today, singing we two souls promised to stay. 陆之先生，你是否愿意娶林楚女士为妻？无论顺境或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都爱她、尊敬她、保护她，直到生命的尽头。我愿意，我不仅愿意娶你为妻，我更愿意用我的余生、我的血肉、我的灵魂，去成为守护你一辈子的那堵墙。林楚，我爱你。我愿意。你张开了双翼，
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哎呀，我要戒心了！我不是来捣乱的，我真是陆律师的客人，我有一份贺礼一定要亲手交给他。今天我不只是来送礼的，我是来替陆律师做个见证。很多人可能都以为我是因为良心发现才把录音交给了陆律师，这只说对了一档半儿。真正的原因是陆律师先救过我的命。6年前，我儿子在工地上被机器砸断了腿，老板推卸责任，1分钱都不肯赔。我一个农村妇人，叫天天不应。就在我准备跪在工地门口的时候，有人让我去找当时刚声名鹊起的陆律师。我当时连律师费都付不起，可陆律师听完我的哭诉，二话没说就接了案子。阿姨，你别怕，法律是保护好人的。我反对，你这是在威胁我吗？为了案子，为了我的案子，他跟那个有钱有势的老板斗了足足半年，1分钱代了费都没要，还自己掏钱为我儿子做伤情鉴定。最后，他不仅帮我要回了50万救命钱，还把那个黑心老板送进了监狱。所以5年前，当我在酒店走廊里亲耳听到顾泽和宋淼那2个畜生商量着怎么陷害他时，我就知道我不能让好人蒙冤。我害怕被报复，但我更怕我的良心一辈子都不得安宁。林小姐，您找到了一个全世界最好最善良的男人，当年他救了我儿子的命，今天您救了他的命，这就是好人有好报啊。我无言遇见你，你是我余生的放弃。幸运陆总监，未来请多指教。是我所伤。